对于一个20多岁、身强体壮的成年男性来说，有什么理由能让他在人流密集的商场里面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消失呢？这种事看似不大可能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现实的世界里。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布莱恩·谢弗。自2006年那个看似普通的夜晚开始，就再也没人见到过他。就让我们将目光拉回那个多年以前的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那一年27岁的布莱恩·谢弗还是俄亥俄州国立大学的一名学生。已经取得微生物学士学位的他并没有立刻离开校园，而是继续留在学校的医学院里攻读硕士学位。布莱恩长相英俊，性格开朗，品学兼优，有一个关系和睦的中产阶级家庭，还有一个活泼美丽的女朋友。几乎所有人都断定布莱恩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自己也对于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可2006年3月31号那天，意外发生了。这一天呢，是个星期五，对于布莱恩来说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因为这天过后，本学期的课程也随之结束。等待他的将是一个为期10天的假期。布莱恩呢，想趁此时机好好的放松放松。在此之前，布莱恩刚刚熬过痛苦的考试周，为了考出一个好成绩，他这一周几乎都是没日没夜的学习。考试结束之后为了犒劳儿子，父亲兰迪谢弗特意来到了哥伦布市，请布莱恩在一家牛排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期间呢，布莱恩多少显得有些疲惫，不过他还是告诉了父亲，自己已经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喝酒。考虑到布莱恩已经是个成年人，应该是有自己的空间，兰迪呢未对布莱恩的安排加以阻拦。也就是这样，在晚上21点30分左右，布莱恩来到了校园附近的一家酒吧。这家酒吧呢，位于一座商场的2楼。从商场大门进去之后，只需要乘上2楼的扶梯，就可以来到扶梯右手边的酒吧。酒吧呢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做丑陋的吞食鱼。布莱恩来到酒吧的时候他的好友克林特·弗罗伦斯已经等在了酒吧。两个人见面之后，边喝边聊，相谈甚欢。到了21点56分左右，布莱恩跟女友亚历克西斯通了一通电话。两个人呢是同一所学校里的同学，此时已经交往了1年的时间，感情很好。他们之前呢订好了4月3号去迈阿密的机票，准备在那里度过一段美好的假期时光。两个人在电话里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交谈，布莱恩还对于迈阿密的行程表达了期待。很快，布莱恩呢就挂断了电话，并且与克林特一起准备前往下一家酒吧。两个人计划着每家酒吧只喝上2-3杯，这样他们就可以多去几家酒吧，以增添喝酒的乐趣。离开商场之后，他们沿着门外的北高街一路向南走，在沿途的几家酒吧喝过之后最终他们来到了距离丑陋的吞拿鱼酒吧大约2公里外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属于哥伦布市的竞技场区。此时他们看了一眼这个时间可已经来到了午夜12点。克林特打了一个电话给了一位名叫梅雷迪斯的女性朋友，询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来喝2杯。对方很痛快，也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到了12点30分，梅迪斯开着车来到了两人所在的位置。在简单寒暄了几句之后，梅雷迪斯载着两人一路向北，又回到了丑陋的吞拿鱼酒吧。停好车之后3人从正门走进了商场。这个时候的时间大约是凌晨的1点15分左右。商场的监控镜头捕捉到了3人乘坐扶梯时的画面，接着3个人就进酒吧里面继续喝酒。时间呢来到了凌晨1点55分的时候，商场的监控镜头呢再一次拍到了布莱恩。此时的他
独自走出了酒吧，大概呢是想出来透透气。监控画面当中的布莱恩正在与2名年轻女子交谈。几秒钟之后，他从监控画面里面消失，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商场的监控画面当中。这家酒吧呀，每天关门的时间是凌晨2点，由于距离关门没剩几分钟，酒吧里的客人开始陆续离开，但是克林特和梅雷迪斯并没有向外走，因为他们等了半天，布莱恩还没有回来，于是2个人在酒吧当中找了一大圈。克林特还特意去厕所找过，然而2个人始终都没有发现布莱恩。酒吧关门之后，客人们都被清场了。克林特和梅雷迪斯觉得布莱恩一定是自己先回家了，毕竟他的家呀距离酒吧只有2个街区，步行10几分钟也就能到。在最后寻找一圈无果之后，2个人都在凌晨2点9分的时候离开了酒吧，随后他们各自返回了家里。无论克林特还是梅雷迪斯都没有把布莱恩的不辞而别当一回事，只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啊，他们已经见了布莱恩最后一面。那究竟布莱恩的命运会朝着怎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咱们下期接着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啊，咱就讲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这故事讲的还不错，可一定要点击下方的免费订阅按钮，您就能听到最新的内容。当然了，您还可以在评价里给我点个5星好评，也让我呀有动力能够长期的更新下去。在此呢，感谢各位。上次说到了克林特和梅雷迪斯在没找到布莱恩的情况之下独自回家，这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布莱恩已经失踪。到了第2天中午，布莱恩的女友亚历克西斯拨打了布莱恩的电话，但是电话没人接听，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这让亚历克西斯的心中产生了些许的异样。他在之前的电话当中得知布莱恩呢昨天喝了点酒，可即便这样，到了这个时间他也应该起床了。于是到了下午，他又给布莱恩打了个电话，但是电话依然是无人接听。这个时候他可就更加的担心起来了。在对于自己的不断安慰当中呢，亚历克西斯度过了忐忑的一夜。到了星期日中午，他再一次拨打了布莱恩的电话，然而传到他耳中的依然是接通语音信箱的提示音。亚历克西斯愈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明天就是他们一起出发去迈阿密的日子。布莱恩怎么可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失联呢？思来想去，亚历克西斯拨通了布莱恩父亲兰迪的电话，询问起布莱恩的消息。然而兰迪表示，他自周五跟布莱恩吃过晚餐之后，2个人就再没联系过。考虑到布莱恩可能会趁着这次假期的机会向女友求婚，兰迪觉得布莱恩的失联兴许是为了给女友一个惊喜，便在电话当中安慰了亚历克西斯。到了周一早上，亚历克西斯带着行李来到了机场，他心情紧张地盼着布莱恩的出现。可直到飞机起飞，他也没能发现布莱恩的身影。这个时候他的意识到布莱恩一定是出事了，于是匆匆忙忙打电话报了警。接到报警信息之后，警方立刻派人前往了布莱恩最后出现的地点——丑陋的吞拿鱼酒吧。在调取了酒吧的监控录像之后，警方发现了在布莱恩最后出现的画面当中，他的身边还有2名商场的保安。于是警方向2人发起了问询，可惜2人只是模模糊糊的记得当时的那名男子呢，在与2名女子交谈之后就重新回到了酒吧，他们没能为警方提供任何帮助。警方在随后的调查当中发现，当时与布莱恩说话的2名女子根本就不认识布莱恩，他们只是在门口随便聊了那么2句，2人也没留意布莱恩后来的动向。警方在了解布莱恩的家庭状况的时候发现，他的母亲呢，在4周之前因患骨癌而去世。
这使得布莱恩在近一段时间里十分消沉。那说布莱恩的失踪是否会与此有关呢？在询问亚历克西斯时，警方发现布莱恩在当晚与女友通电话的时候，情绪上并无异样。当天和布莱恩在一起的克林特和梅雷迪斯也表示，布莱恩那一天呢一切正常，因此警方就排除了布莱恩由于情绪失控而轻生的假设。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对于丑陋的吞拿鱼酒吧附近几公里内可疑的地点进行了搜查，其中包括垃圾堆、河道等可能藏匿尸体的地点，却没有任何发现。在进行外部调查的同时呢，警方也对丑陋的吞拿鱼酒吧所在的商场内部进行了调查。不过商场的营业区域内呢，几乎都被监控所覆盖，但所有监控呢都没有拍到布莱恩离开商场时的画面。考虑到商场当时呢有一些区域正在施工，因而没有布设监控镜头。警方呢也在警犬的配合之下，在这些区域里寻找到了布莱恩的痕迹，但还是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相比于其他城市，哥伦布市是俄亥俄州监控镜头最多的城市。警方随后又对于附近的街道以及商店提供了监控录像进行调查，可还是没有任何发现。布莱恩就好像是突然人间蒸发一般，这让警方是大为不解。布莱恩失踪之后呢，他的手机、信用卡、银行账户等等就再也没有被使用过。警方也由此排除了他可能被绑架或是被抢劫的可能。随着案件调查陷入了僵局，这起离奇的失踪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兴趣。在事情被媒体大范围报道之后，在全美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有些民众在声援布莱恩家属的同时，对于警方的办案能力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此无能的警方根本就没有能力保护人民的安全。在哥伦市本地，更是能随处听见人们对于警察的谩骂声。小范围的示威游行也不时在当地举行。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猜测起了布莱恩失踪的原因。这些猜测呢，有些是合乎逻辑，有些那就有点阴谋论的味道，还有些呢触及超自然现象，甚至是宿命论。那么是否哪个猜测接近真相呢？失踪的布莱恩是否还有活着的可能呢？这其中的谜团咱们下一期再讲。好了，今天的故事咱就讲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这故事讲的还不错，可一定要点击下方的免费订阅按钮，您就能听到最新的内容。当然了，您还可以在评价里给我点个5星好评，也让我有动力能够长期的更新下去。在此呢，感谢各位。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民间对于布莱恩离奇失踪的原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这其中是有价值的，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第一种猜测呢，与酒吧的工作人员有关。有人认为，警方之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布莱恩走出商场的监控画面，是因为布莱恩很可能一直就在酒吧。布莱恩或许呢是由于饮酒过量而导致了意外死亡，酒吧工作人员害怕承担责任，就把他藏在了员工区域的某处，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再将他的尸身转移。这就解释了商场里的监控镜头为何始终没有拍到布莱恩走出商场的画面，因为他确实没有出去，一直就在那栋大楼里。由于布莱恩的藏尸地点是只有酒吧工作人员才能到达的地方，所以当时的克林特和梅雷迪斯怎么也找不到的。这种观点看起来十分合理，但还是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些人认为酒吧呢，当时的确是快打烊了，但是里面还有不少的人留存。如果布莱恩真的在酒吧里发生了意外，不可能一个目击者都没有。另外，在正常情况之下，
要是真有人在酒吧里突然倒下，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打电话报警，他们没有理由自找麻烦。然而有一种情况可以让这种猜测变为可能，那就是布莱恩并非意外身亡，而是在酒吧里得罪了某个工作人员，然后被此人谋杀，这就让工作人员藏匿布莱恩尸身的事儿变得合情合理。只可惜呀，警方在酒吧内部搜索了数遍，却没能发现布莱恩的任何痕迹。很难想象藏匿布莱恩尸体的工作人员会在不留下任何线索的情况之下，就将布莱恩的尸身转移走。因此啊，这种猜测似乎并未接近真相。第二种猜测与当时的商场内部的施工区域有关。有人认为当时的布莱恩呢已经喝的是烂醉如泥，不能像正常情况那样理性思考。他急于寻找一处无人的地方呕吐，而商场内部的施工区域呢就是最理想的地方。当时的时间在凌晨2点左右，施工区域里面没有光源，里面是一片漆黑。布莱恩进去之后很快也就迷失了方向，迷路了，忘了自己是从哪儿进来的，也找不到出去的路，所以呢只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施工区域里跌跌撞撞的到处乱走。突然布莱恩不小心跌入了一个深坑，然后在深坑当中晕厥了过去。没有人会想到他在那个地方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他就在孤独与黑暗当中死去。那几天呢，商场里都在重度的施工，工人们对于布莱恩的事毫不知情，他们很快就用水泥把深坑给填满，布莱恩的尸身呢被彻底的淹没其中。到了警方接到亚历克西斯的报警电话，再来施工区调查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因此即便警方动用了警犬，也没能发现布莱恩的具体位置。这种猜测呢十分合乎逻辑，可惜缺少有力的证据，以至于警方没有办法仅仅凭借猜测就兴师动众地挖开地面调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猜测呢似乎是离真相越来越近了。第三种猜测呢就是与布莱恩的好友克林特有关。在布莱恩失踪的后续调查当中，警方要求对于克林特和梅雷迪斯2个人进行测谎，来加大他们证词的可信度。梅雷迪斯很快就答应了警方的测谎要求，但是克林特却意外地拒绝了测谎。他认为自己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没有必要再走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他就找到了律师，来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自己的权益。警方对于他不合作的态度无可奈何。在布莱恩失踪案发生1个月之后，克林特从俄亥俄州搬到了田纳西州，让自己远离了是非之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克林特·弗罗伦斯改成了威廉·弗罗伦斯，从此也不再与布莱恩的家人保持着任何的联系。克林特的一系列举动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是他谋杀了布莱恩。但仔细想想，克林特的种种做法似乎也能让人理解，他只是不想被人没完没了地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最主要的是商场监控分别在凌晨1点55分和凌晨2点09分拍到了克林特活动的画面。在这短短14分钟里，他没有可能完成杀人藏尸的操作，因此即便克林特不愿意配合警方调查，警方仍然排除了他的杀人嫌疑。那最后一种有价值的猜测呢，就与超自然现象和宿命论有关了。有人认为布莱恩一家呢在机缘巧合之下得罪了死神，所以他们才会相继离开人世，得罪了死神。那在布莱恩失踪案发的4周以前，他的母亲呢因为骨癌离开人世，然后是布莱恩以离奇失踪的方式死去。更诡异的是，在布莱恩失踪2年之后，他的父亲兰迪居然在自己家院子里边被闪电击中而身亡。
让人们不得不去怀疑他们的死与宿命论和超自然现象有关。尽管这些猜测呢或多或少都接近了部分真相，但在警方找不到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之下，布莱恩的失踪终究只能变成是一桩悬案，兴许永远都等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那么对于布莱恩的失踪，你更倾向于上述哪一种猜测呢？